疑神疑鬼，好恐怖，身边人全都不安宁。我皮包不见了。我说叶金美，我记得你的皮包跟我长一模一样。他打开里面剩1000多块，我说你怎么花的？去厕所，我就看到我钱包。好呛哦，这个枪妹。我梦到另一半跟谁乱来，然后我就把他摇醒，就开始哭，就说你是不是跟别人干嘛干嘛？你要不要先去接受治疗？男神老公神经兮兮，连他的大牌好友也一样。我觉得我脖子好像长了什么东西，就是癌症。疑神疑鬼这个东西是会传染，结果呢，我才安排完下午我就接到那个电话，就去做健康检查。要准备检查的时候，其实心情都不太好，感觉要去慷慨赴义的感觉。欢迎收看《女王大人》。晚安，你们好。陈哥，怎么？你有没有感觉到今天摄影棚的氛围有点不对劲？怎么了？好像有人在偷拍我哎！你看，1号摄影师有没有？他一直在看我的眼神，透露了一点点的崇拜，有没有？为了捕捉我完美的哈 body， 他拍的特别有爱，特别起劲哎！我怀疑他是我的忠实粉丝。不要阻挡我。不要阻挡我想答应的念头。你说的是废话吗？我们是主持人，他不拍我们拍谁啊？今天邀请到4位来宾，跟他一样疑神疑鬼，这个阵头差不多，都是闲闲没事的啊，想东想西的神经质患者。他们的阵头有多严重？欢迎他们出场。欢迎来介绍第一位潘若迪。若迪白，欢迎妹，欢迎果果。欢迎果果，欢迎陈德烈，好帅啊！哎呀，欢迎4位，哎呀，双生双旦的组合，都是疑神鬼家族的朋友。神鬼家族，神鬼家族。潘若迪我知道有，陈德烈有，这些男生比较明显。妹跟果果算吗？他们从外表就看得出来疑神疑鬼嘛。哪里？我们有相处，因为我们长得像鬼，装神弄鬼吧？我们长得像鬼，是疑神疑鬼。我们没有搬农。你想说什么？班弄组，没有说什么？所以说早上第一场，我真的讲话有点刺，没事发那么早通告干嘛？我们没有搬弄是非的。我明明都是那种6点以后可以喝点小酒的场，为什么现在给我一个早上的？体恤你送完小朋友上课就过来。早点收工，你一整天都自由哎。也是。我们是不是离题了？离题了。哎，离太远。来，马上进行。疑心病真的非改不可，疑神疑鬼事件簿。疑心病真的非改不可。好像活够了。潘老师，这一看就是潘老师。什么活够？我活了，我够没有？我还不够。因为这边就你年纪最长啊。什么？你竟然敢劈腿？哎呦，女生。哎呦，这应该就是妹了，对吧？什么？好像活够了吧？不放后面一点好不好？好。先从这种无关痛痒的，对，一定是女生。Every night my dream, I see you, I feel you。潘若迪翁，哎，我迪翁，潘若迪翁，潘若迪翁，哦，他是蛇灵迪翁哦。对。怎么会是你啊？无人接天怎么了？我跟我老婆结婚到现在，只有在结婚的那个在婚宴那一阵子当中，她有接过电话之后，再就没接了。我老婆就是那种不接电话的人，不喜欢接电话的人。我也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喜欢接电话还是不喜欢接你的电话？你没有，他谁接找他都找不到，他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不接电话对我来讲是一直有些困扰。但我必须说，我必须承认我心里面有一个阴影在，因为我当兵的同梯同学，因为车祸的最后一通电话是打给我的，我没有接到。哎，人有这种经验很难忘哎。对，就是对，可以记一辈子。所以我会一直在最后的一通电话，因为这是我跟很好的同梯的，是因为出去被车那个，如果我接到他第一个时间，我可能会有什么改变吗？可能我可以报警或者做些什么，至少他让我知道他
他被撞了，哦，你说出了车祸的当下打给你啊当下他就已经，他还记得拨给你哇？对，哇，那你会记一辈子。我会一定，我到现在记一辈子，所以我一直很 care 电话这，所以我到现在你打电话给我，从来电话不会不接，除非我现在录影，但我有可能录影我还是会，因为我震动的时候我会拿起来。我会让他听现场的声音，我再把它关掉，表示我在录影。所以我变成一种习惯，因为我电话不离身，你不会找不到我的。重点是他不接电话之后，会让我产生一些阴影。那我尽量去适应，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改变他，你只能改变你自己。可是有一次这样，好比说最简单就是，我们今天晚上去约个看个电影啊，你去买个票，我说好啊，7点钟那一场没问题，我就打了。我到这边去，我买了票7点钟，可是到现场之后，哎呀没有7点钟满了，可能要变成8点半或9点的啊，可不可以？那好，你等我一下，我问一下。可是你后面排一堆人，对，但你必须要在最快时间打果果，那我们改9点钟那场好不好？他就是没有接，怎么样没有接？我发讯息才没有接，没有读，没办法，我买9点钟那一场，他发脾气了。我没有跟你说我不要这一场啊，那个人那么时间那么晚了，什么的。那我说你当初为什么不接电话？你如果接电话，我不就可以告诉你说已经是这个时间了吗？对不对？他现在把接电话这件事情放得很大，而且放得很有 feel， 放得很有 feel， 你知道吗？我讲一个打比方说，我气胸那一天，第一时间我打给他，他没有接，完全没有。等到他回我电话的时候，我人已经到医院了，已经准备要进那个开刀房了。哎呦，所以都不知道是杨佑宁的妈妈把我送去的。我因为他们家是餐厅嘛，对我去吃饭，他看到我已经不舒服了，像我就打电话通知我家人没有，而且我老婆还跟我刚结婚没多久，所以我现在的紧急联络人是马里欧。我们两个是，太多了。我们两个，因为我们两个都不会不接电话，找一个靠谱的。对，就随时你让一拨就马里欧就通了。你就单对接电话这件事情。可是你疑神疑鬼什么呢？那我疑神疑鬼的原因是因为那一天又是因为你本来应该去接小朋友的，然后你没有去接，但我去接，我接回来之后，原则上你应该是在家里，可能他会通常都会先把小朋友弄吃弄好，但那天也都没有，你又回家就自己在那边吃东西，我就妈妈也不在，我就打电话给他，电话又没接了，怎么样都找不到。对，怎么样都找不到。老夫少妻就是有这个。我开始担心了，会吗？然后到晚上一直都没有，完全都不在他想象的应该里面。对。请问他这样讲了，他已经分享他的状况，是你会担心的举手。会啊，如果消失率这么对，那我就没错。会担心跟疑神疑鬼是两回事。对。你是喜欢担心的人，对不对？但我也会疑神疑鬼。但是你现在那目前听到目前为止你越来越怀疑你跟你老婆之间的关系了。你会觉得他会可能做对不起的事吗？你要说明白一点，他偷人是吧？你是不是这么认为？我没有这样想，因为这样讲才是疑神疑鬼。我是怕他翻墙，他并没有偷人。翻墙但没偷人，对不对？漂亮，你说的比较文雅一点。对，漂亮，是的。对，你怀疑吗？请问用字要特别注意一下。我没有，我怀疑，对我是确有怀疑，所以我就想。他说他是要上班，可是我就真的跑进他公司了。你看，来，你看，那这疑神疑鬼了，因为这确实疑神疑鬼嘛。可是我必须要知道，如果说我今天我必须要看得到，我才会心安。但是我去到公司，我发现了，可能是美商公司，他们会有一个特别的什么，为了 Friday night 或什么 night， 他们会有一个那个晚上是全部人在那边看那个足球赛。你知道吗？我在运动酒吧，不是运动，在他们的联谊室、会议室，对，弄一个很大一个，全部人，他们弄了一堆吃的东西，然后在那边看。是可以先讲啊。对，你可以先讲，我觉得你是可以先讲的，你就是因为没有这样做。但我也是，我很给面子，我一去发现哇，一堆人在那边，然后我老婆就开心的。好，我就说你原来是你们公司加班了，我还可以这样讲。好，那没关系，你们先忙，我回去，我很给面子啊。目前疑神疑鬼的程度大概将近40-50吧。你这个人不能说没有，但后来我蛮后悔的，我后悔我跑去那边，别人的老公、先生、太太都可能没去，那 maybe 他已经有说，可是我跑去，那我后悔之后，我从现在开始他的每一件事情我都不参与了。不行，太极端了啦！没有，我就怕说万一到时候我又误会他，所以我就。这就是我后悔的地方啊！不舒服的点，让他知道你的担心是应该的，对，而不是说，哎呦，好像自己反省过之后我这样不对，哪有这种整件事情哪有什么不对？他找不到人就不对。电话无人接听完了以后，劈腿大概就是他或他吧。好，漂亮，是不是？好，我们先改，偷看一下。你为什么不直接一起撕下来啊？厉害，真的吗？厉害，怎样？厉害，就是果果。你看，
因为女生这个应该比较容易都是女生啦。对啊女生就对我会也觉得想比较多。但是我这个真的疑神疑鬼，就是真的是只有我后来事后回想，真的是我自己太疑神疑鬼。但是你老公条件太好了，没办法。对啊，因为这个是其实那时候是我做了一个梦。那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女生都有梦过，就是梦里梦到另一半跟谁乱来了，而且在梦里的都很夸张，就是你什么情况都会遇到。你那个是春梦，不是，他就是梦到他跟别人可能出去啊，然后被我抓到、然后是你认识的人，对对对，或是什么情况，就发现他们在逛街，我在跟朋友逛街的时候，被你抓到了，他们也在逛街，活歹。对，然后我就起来，然后就起来心情就很郁闷，然后就想说奇怪是梦吗？然后因为我之前就是看过吗？你都醒来了，还说这是梦吗？对，因为有时候有些梦很真实，你一起来的时候还会有点心有余悸的感觉，带着情绪。对，然后可能还会哭干嘛的，对然后就想说，然后就看到他旁边睡的时候，想说还是他真的有做这件事情，然后就想要去翻他的手机啊什么的，然后原本想说好没关系，我就先不问，我想说让自己可能是梦嘛。然后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个文章还是什么，他说如果通常梦起来就是你记得你做过梦，但通常不记得做了什么梦，如果你记得很清楚的话，它可能就是预知梦这样。是哪里在讲的？预知梦，你们都没听过吗？我听过预知薪水，哎呀，预知梦，真的，你没有听过预知薪水？有啊，有时候到真的是手头比较紧的时候，预知梦，对，真的是预知梦，因为我那个是过了2-3天，我都还记得很清楚。例如说我在哪一个餐厅看到他们这样，然后就觉得不对，然后就开始疑神疑鬼，之后你就会放大每一个行为，就他在用手机的想说他在跟谁传简讯。然后他说要出门的时候，他想说他要去哪里？对，他要去哪里？他跟谁碰面？对，然后我还真的有跑到那个，我看到那个餐厅那里，就是附近在那里徘徊，想说有没有可能在这里？你真的有人格分裂。对，就那时候真的是，这不叫人格分裂，它就是疑心病。对，就是那时候，疑心生暗鬼。对，因为那个梦太真实了。然后他后来，我就那几天都心情很不好啊。后来那时候男朋友就问我说：“你怎么了？”然后我就一直哭，我说：“那是我男朋友，所以不是老公，不是老公，不是峰哥啊，不是。然后他那时候就问说。你干嘛心情不好？然后我说我就开始哭，我就说你是不是跟别人干嘛？他说没有啊，你怎么会这样想？因为我还讲出人的名字，因为是我认识的。这个症状很严重哎。对啊，然后我就讲，他说你怎么会这么觉得这样？我说我看到你们在什么餐厅，然后你跟谁在一起，然后他还是我朋友什么的，还分不清楚那个界限，对，很模糊。所以那时候就蛮严重的，因为它持续好几天呢，通常只有在当下。对，没有，所以我才觉得我应该要当下就问他。你是在现实中也很在意，对我是不是梦？因为我想说，我怕我只是做梦，然后误会他。可是你很容易卡一个事情过不去。对，然后我就想说，我观察一下，然后越观察越陷入。所以我以后现在的那个老公啊，起来我也有梦过他跟别人怎么样，我就一起来，然后我就把他摇醒，我就把他摇醒说，我觉得这些男生好，你要不要先去接受治疗？对，你这样女生不应该一直认为女生的第六感是最准的，所以他们现在就是变成哎，对，所以鬼会怕两样东西，它不是没有原因的。鬼怕什么？鬼怕一个咖啡，一个是女人，为什么怕咖啡？等一下，我听过，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咖啡可以提神嘛。你听过？你不是听过吗？我就听过，对不对？我忘记是无聊的笑话了。对，是有跟小钟哥相处？没有，他又把梗弄去了。咖啡是可以提神的，没错。那女人，你鬼怕女人也不是没原因的啊。为什么？疑神疑鬼啊。疑来疑去。对，你是做脚麻了，对不对？有一点。早见不站起来。这边2个多了，这边那就从中间来，撞到了，撞到那个事儿了。陈德烈，没，哇，一猜就怎中。么样？你看吧，个人是属于这方面比较俗辣型的。你说撞到什么鬼？是各方面。人嘛，你我先讲这个故事好了。10几年前在花莲拍戏，拍戏的过程当中一定是住在当地嘛，这样子比较方便，比较省时间，所以就会有同剧组的演员是住在同一间。那拍戏也不是一直拍，可能中间有过程，可能有一段时间是你休假的。对，那时候可能我那时候刚好碰到5天的休假，
啊，晚上知道休5天，休5天，然后是你心想住哪里民宿啊？花莲就是对民宿可能的地方，就演员、度假村工作。人员会包一个，因为我们可能在某一个饭店里面拍，然后所以就直接住在那边。但是突然有5天的休假，我们心里想说，那算了，不要回台北，都在花莲了，干脆晚上收工。那这样子，我们行李收一收，我们就去最近的台东好了。哎，可以哦。冲个浪，吃个东西，看看这样子，很好不错，这样子，我们那才20出头，开心。我说好，那开你的车，我们就在出发。然后开差不多7点多，你是什么车？那叫边开边跑啊！原始人的车，我那种电动车啦，电都是这样演嘛，对，好了，开，突然起雾，聊得很开心，起雾，我们想说啊，没关系，因为对象根本没有车，然后路灯也是有的，所以我们想不说是台九线的，对，想说起雾没有关系，就是直直冲就对了。一样继续聊，音乐放得很大声，然后就想说开心的事情，帮忙，然后哇，然后突然咚咚，哦，一个窟窿，撞到了，撞到东西了，然后速度减慢，你看我，我看你，就想说惨了，撞到了，不晓得是撞到大石头还是动物，哦，这么大的冲撞，因为就是整个这样弹起来，咚咚，然后我想说完蛋，好下车看，他也下车看一圈，没事，啊，没有东西，刚撞到什么？对啊，撞到什么？左看右看没事，不讲话。这时候他也不讲话，也不讲话。我们心想说有点毛毛的。你是不是换错档啊？没有，自排。好，然后就继续开，但是就是没有那么欢乐了，彼此之间的欢乐气息笑不出来了。不太敢那么爆发，因为这么强大的震动，结果车没事。而且不晓得为什么。对啊，好，再开了差不多5分钟，因为本来可能时速稍微快了一点，然后后来这时速减慢差不多60，就是正常速度。我们开的时候就突然看到，因为我们是走对向，突然民房出去就是马路，出来就是马路，就一个老婆婆这样子，她也不管有没有斑马线，就这样直直从我们这样前面走过去。很正常，正常。你说深夜的时候，深夜那个时候我们在开嘛，已经是12点多1点了，过马路。我们2个心里就想说，开过去之后，才心里想说，哇，我们还好，刚刚有前面碰到事情，对，要不然你直冲，不然的话，我们2个这么开心，一定老婆婆我们一定不会注意到的，我们就发生事情，我们就发生事一情定撞到，应该会撞到。对啊，我就说还好哦，不晓得是不是有什么状况，就这样开过去，讲没多久5分钟，砰砰又砰砰，又一个窟窿，又不是砰砰，就熄火了。哦，哇塞！更毛了，都是雾哦。我们2个就这样子，我们要心里的 OS， 我们要下车吗？你看我，我看你，好，我们再下车看一看好了，再继续绕一圈。奇怪，怎么突然就熄火呢？啊，我们只有看周边，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没有看车底下，说不定漏油什么之类的。哦，有可能，因为不知道，我们也没那么懂事，我们想那我看一下好，拿那个手电筒一照地板柏油路。也没有啊，奇怪，那怎么会这样子发不动？没酒后疑神疑鬼，竟把这个人拖下水。我皮包不见了。我说叶欣湄，我记得你的皮包跟我长一模一样。你打开来检查，他打开里面剩1000多块，我说你怎么花的？那时候已经大概6分，因为一直敲。然后叶欣湄说我的身份证拿出来，我说你为什么把你的身份证放在我的钱包里面？已经疯了。去厕所的时候，我就看到我钱包。好强哦，这个强妹真的。照地板柏油路也没有啊，奇怪，那怎么会这样子发不动？然后我就说你把那个引擎盖打开来，他就开始打火2下，哒，他就开始关掉，然后臭骂我。我陈德烈没有，你不知道吗？没有油吗？是没有油吗？我再看看，这是从那个引擎盖那边跑过来，我就看，真的没有油，真的没有油。我说某某某，我们要出来玩，你怎么都没有想到先把油加满呢？你还怪别人啊？你们不是临时起意吗？对，我们是临时起意，但是平常你要有个开车好习惯，要把油加满啊。这个故事告诉你，怎么会开到你要换一台好一点的车啊？你怎么会开到剩一点点才想到是会提醒，才想到说出去？所以只是没油而已。只是没油，但是问题来了。前头那个震动是什么意思？不晓得。
也是后来我们白天到台东的时候，去修车厂也是无解，就是不晓得为什么，也没出大问题。其实都没有什么事，就油加满，可能油加满就好了。照刚才那个状况，照你的描述，我想一般人应该都不敢下车了。刚刚是你们，请问敢下车的举手。如果有2个人，就有人作伴，我也会下车。哎，我比较不会怕这个。哎呦，他们都敢哦。我不敢，我打电话叫拖吊的来。女生应该比较不敢啊。我觉得热情是要付出代价的。好，哎呦，有3个人呢。找，不要把他找出来，把他找出来。找了一夜寂寞，应该就他了。我觉得这2个好像活够。找了一夜寂寞，这2个一定有一个是他。我哪有什么肉欲？你讲哪一个？当然先这个啊。活够了，我最后会说了。找了一夜寂寞。哎呦，到齐了，洛杉矶道奇队啊，漂亮，到齐了。因为我们有一群就是叫那个疯婆子都酒女性的一个那个群组，那个都会酒醉女子那个吗？对，然后这个群组里面有逸轩、以露、鸭美奖，然后还有叶欣湄，真的都是一些疯女人哎。然后跟我们就是会有一次聚会，然后就会说，哎，今天什么时候都约好，然后去。然后去了之后，第一团是那时候有人请客，然后我们通常都会第2团、第3团嘛，然后到了得续这么多团，对，都是这样。然后第2团我们就去居酒屋，然后就喝得很开心啊，谁要喝什么酒谁喝什么酒，喝很开心。然后要结账了，然后大家多少钱，我就包包一打开，等一下，我皮包不见了。然后他们讲说，你确定你有带皮包？我说不可能，我这个人最怕欠人家钱，所以我出门一定会带钱包。而且我今天坐计程车来的，因为今天要喝酒，所以我今天坐计程车来，我不可能。那就在计程车上啦。对啊。然后大家都说好，那你叫什么？我说我叫 Uber， 好，开始就联络。然后 Uber 司机就说我在车上没有，我说他一定抢走了。应该不是被他扛，就是被下一个乘客扛嘛。我就跟他讲说，那你可不可以调出下一个乘客的资料、联络电话？然后他就说，哦，这真的没有办法，什么什么的。然后后来我就想说，不可能啊，我下车这样啊，一定在前面那一家砂锅粥的餐厅，第一间。对，然后餐厅就说，哦，刚才我们看都没有。然后后来啊。会被掉在路边，因为我们是从第1团到第2团是我们用走路的。叶欣湄，然后逸轩，然后就陪我这样子沿路走回去，然后这样找，然后也找不到，然后我就看到叶欣湄，我说叶欣湄，我记得你的皮包跟我长一模一样。然后叶欣湄说不是，这我的，我们2个皮夹真的是一模一样，同个牌子。然后我说你为什么要拿我皮包？他说不是，这我的，你忘了我们有一模一样的吗？我说没有，你打开来检查。然后一打开，我说你看，是不是都长一样？打开来分3层，那时候已经大概6分，一直看一样的包包打开不分3层。然后我就说他打开里面剩1000多块，我说你怎么花的？你怎么花的？我里面明明就放了1万块。他说这我的。他已经喝醉了。你已经喝醉了，然后好呛哦，这个呛妹真的，就因为一路找就一路喝，怎么会不见？然后喝到我就看到叶欣湄的，然后叶欣湄说我的身份证拿出来，我说你为什么把你的身份证放在我的钱包里面？已经疯了，疯女人。对，我就那时候因为你怎么会叫妹呢？你要叫卢啊？没有，就找啊，就开始就一直在那边，反正就追了，他们就送我回家了嘛，就叫车回家。太卢了这个人。然后我就早上起来，他们就传讯息说：“妹，你要找一下。”我就说没有啊，我都没有，玄关也没有。然后他想说：“那你刚起来吗？”我说：“对，刚起来，我要去上厕所。”结果我一走去厕所的时候，我就看到我钱包。为什么？我的钱包就放，你们找一下。我看不出来啊。右边那个咖啡旁边吗？那个是钱包吗？对，旁边小的那个是不是咖啡？杯下面那个对，就是那个咖啡杯旁边那个黄色字，巴黎世家一个这个哦。然后好，因为
我叫了 Uber 之后，想说 Uber 快来了，因为上山，我家住山上，想说，我先去上个厕所，然后我就走过去之后，我就顺手放在那边，我就去上厕所，然后上厕所的时间，然后那个 Uber 司机就说他到了，然后我就出门我就走。我们现在刚听到些什么东西啊？听了个寂寞。也是一个脑袋有问题的人。而且你有没有听到？因为他首先怀疑叶欣湄在那群疯女人里面，所以表示他可能平常就对叶欣湄有一点没有不信任。对，没有，他放大他的不信任。对，你们不可以叫我很爱叶欣湄，好。叶欣湄，你到底扛了多少包包？来，我们就从潘若迪开始。好，就是他，谁动我财库？你看多好找，就他。我有一个习惯，是进家门的时候，刚好门口右手边有一个桶子。平常我带的所有的零钱啊，就顺手就丢了。一个大概像垃圾桶一样这么大的一个。这么大，那蛮大的。这么大，那得装多久啊？那个大概都装满了也提不起来啊。提不起来，对，1年。聚宝盆。对，就是所谓的聚宝盆呐。然后呢，丢了，因为你知道它越慢越来越满。那因为是这样的，其实有时候女人会在那边玩，会财库打开那边噼里啪啦那边玩，那边弄。然后有时候她会买那个宝可梦的卡，还有她现在是流行一些外面的什么特别的卡。那个库洛米，哎，对，就是库洛米那个。库洛米。对。然后呢，妈妈如果会买的时候，人家送来的时候，那个柜台就会通知，那个潘老师有包裹，你客人有多少钱，你可以出来拿。所以女儿，我就说她会抓嘛，我想说她这个就拿了钱就出去结账了，就去拿了。那几次我就觉得说，我就跟我女儿我说那这边的钱你不要拿，我另外放一个钱放到什么地方，你要拿那边的，不要拿这边的。她说她没有拿。我说年纪这么小，你不承认，我爸爸很不喜欢这样子。然后他说爸爸我真的没有拿。我说好了，不要讲了，如果再有一次，我就会处罚你。好，我知道，我当然爸爸我没有拿。好。外宿饭店很多疑，结果真的出事啦！晚上呢就安安稳稳睡个觉，过一阵子不对，就闻一种腐败的尸臭味。隔天一样就这样继续了。然后导游就是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导游突然问说：“德烈，你昨天睡得怎么样啊？还好吗？”我就不以为意的说：“我就说你没有怎么样，就是闻到那种臭的味道。”我就说：“是怎么回事啊？”他说：“饭店呢有发生这个。”好可怕！妈妈我没有拿。好。隔了第二天，我出去明明就是，譬如说我故意丢了多少钱那边，我发现哇，这次又少更多了。试探他哦。好了，我女儿大哭大闹，我真的没有。我说你再不诚实，我开始禁止她用她的 iPad。2天不准她用 iPad， 她哭到一个不行。好了，隔天我又去上班，一样时间我照常一样丢钱。那天呢，可能是因为工作临时早回来的时间变早了，我回到家一发现，我老婆蹲在那个地方，咔啦。拿钱。我老婆你干嘛？她说因为那个包裹来了，她买了东西包裹，她就从那边拿了钱就去付柜台那个包裹。我说那前一阵子没钱了，她说对啊，我都拿那个钱去付。我说我不是跟你说那财库吗？她说那是你觉得那是财库，她说我是基督徒，没有相信这些。她不相信这，那你拿我财库东西干什么？她说那是你的财库啊，我就是负责领你的财库啊。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他钱有少，他只怀疑他女儿，他没有怀疑他。他跟他女儿问他女儿，他却不会因为这事情问他老婆。因为我以为我老婆会知道，她不会去动，因为大人嘛。你们本来就很少聊天，但小朋友就是没有很少聊天，你们的沟通已经有断层了，你们没有，你们有嫌隙，岌岌可危。你们俩聊天就好，岌岌可危。哇，好重要。所以我就他们两个会不会躺在床上，然后背对背，然后传讯息？不是，我跟你讲，我怪错我女儿是我没错，我觉得很愧疚。而且你才是，因为我是觉得小朋友有可能，像我女儿有时候她会偷吃一个什么，偷拿一个什么东西，那我想小朋友都会有这种状况，所以我怀疑她。那我也跟她赔不是了，我还帮她去弄了4张的 BLACKPINK 的票，我已经够意思了吧？就是因为我觉得欠我女儿回她。这个补偿也太极端了。他现在多大？12岁，她现在要升国1了。因为我赔不是，我从此再也没怪她。可是我老婆，我不知道她真的没想到她会去拿那边的钱。对，那他也没跟我讲，然后更主要是我在骂我女儿的时候，他在旁边不讲话，我就说那为什么我骂他你不讲？他说你不如跟我说，
所以我在管女儿的时候，零沟通，危险了，你现在。我觉得他老婆也应该要说没有啦，那钱我拿的，就是对，他应该要讲一下吗？那为什么他不说？因为他说我在管女儿的时候，他不想插口，然后任凭女他叫我儿在他不要插口，他说对，他说叫他不要，他免得到时候我们俩会吵起来。所以说啊，你看看他的老婆不想让女儿知道他是风水小偷，风水小偷啊，财库小偷，财库小偷，风水好了，我活够了，来，我一次把它讲完，好吧，我活够了，风水小偷每一个人只有2条了。我管你，我活够了，我下面我还有味道，一股味道不对劲了，我觉得。味道不对劲。会不会也是妹？我也觉得很像妹。妹如果再是我就死给你看。妹比较容易有，妹比较妹或者是他，这2个比较容易有味道。来，是你，哎，你这么早就有味道了，哇！哎，你现在初更哦，初老来出歌，初更，这个状况是这样子，就是到旅行的时候，到新的饭店，其实我对于这方面我有我的执着跟我的一个仪式，就做完这些东西，坚持那个仪式感。进到饭店里的仪式感。对，比如说开门前一定先敲门，一定要。对啊，然后呢？对对然后想哎，拍谁打扰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样子。如果一开门，我看到镜子稍微动一下，然后那个衣柜也稍微动一下，水龙头、马桶冲一下，然后就觉得说这些东西做完了，至少今天晚上会安安稳稳睡个觉，我会这个样子。可是呢，当有一次我出国去国外工作的时候，很漂亮的饭店，那种英伦的风，然后那个天使小鸟那个瀑布。我就觉得我好美。天使小鸟的瀑就是布，巴洛克风格的一种。你说比利时的尿尿小头？对，尿尿小头。天使小鸟住的就跟你讲啦，不要一大早发通告，天使小鸟都出现了，再早一点都不知道什么鬼话都讲得出来。原来尿尿小头叫天使小鸟。对不起，尿小头，对不起。好，我跟你讲，这个只是形容饭店周遭的一个状况，很大的花园，好有这些巴洛克风格，很漂亮。好，重点是呢，房间就是很正常，我也这些仪式都做了，也都没事。晚上呢就安安稳稳睡个觉。过一阵子，不对，就闻饭店如果有香氛的味道，也是淡淡的。不会很明显，然后就从扩香鼠那边出来。可是我那时候闻到的味道是有这样一种腐败的味道，尸臭味，死老鼠的味道，好可怕类似那样子，很臭哎，很恶心。我只能不臭，这么说，但是那个味道很深入，可是很深入的那一种。刚进去的时候都没有，都没有。重点是这些东西直串脑门，我想不对，到底是什么？是啊，马桶可能有水管味道跑出来，就是看一下，粪管没清，冲一下水。然后水龙头打开，然后那个浴室莲蓬头冲一下都没有，好就继续睡，还是有那个味道，但是因为想说明天早上就要6点钟就要工作，就睡吧，好。隔天一样就这样继续，然后导游就是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导游突然问说，哎，德烈，你昨天睡得怎么样啊？还好吗？我就不以为意的说，我就说你没有怎么样，就是闻到那种臭臭的味道，就是像死老鼠那样。他听到这样，哦 ，OK， 你们先继续工作，跑掉。过20分钟回来，德烈太棒了。那个，因为你们是来这边是工作嘛，主持这样子介绍这个饭店，饭店决定帮你升等，豪华的，不对劲，很棒。我一听，我那时候没有想到，我听到哇，好棒哦，突然可以这样升等，而且还有理由等的。于一开那个升等的房间哦，是有一个中型会议室，6漂亮那种桌子。进房间的时候，我就问他说，哎，奇怪，为什么饭店？如果对我们好，是第一天就开始做这件事情了，对而不是隔一天。他想隐藏什么？我就说，哎，是怎么回事啊？他说，哦，他就有点他说也没什么啦，就是前1、2个礼拜刚好饭店呢有发生这个情杀。好可怕！情怎么会杀跟你讲这个对啊，啦？饭店不可能会说因呀。为当地报纸有报道出来，是很残忍的那个毁尸灭迹的，把肢体都分割的那一种。通常这样子，那个房间就会先隔离。对呀，怎么可能隔2个礼拜？而且正常是一开始没有逻辑，是一开始没有人发现，怎么发现的？是有一小段残肢藏在那个床铺下面，好可怕！才被发现其中一部分。然后你睡在那个床，我不晓得，怎么可能我不晓得，这我不知道。它是可怕的事情，对这个它不是可疑的事情，我是心里有阴影。
男神老公神经兮兮，连他的大牌好友也一样。我觉得我脖子好像长了什么东西，就是癌症。疑神疑鬼，这个东西是会传染。结果呢，我才安排完下午，我就接到那个电话，就去做健康检查。要准备检查的时候，其实心情都不太好，感觉要去慷慨赴义的感觉。来，活够了。我来看看谁这个活够。其实我活到这个年纪，我绝对是，我觉得绝对是他，绝对是他，答对了。为什么你觉得是我？因为你就是因为你那个像要厌世的脸，没有，我这个人就是不会有这种感觉，因为我就大咧咧的，好像活够是我老公，是他觉得，因为他有一阵子就是心情很不好，然後我想说他到底怎么了？为什么都是闷闷不乐，时常一个人就坐在阳台，然后就这样子，吃个饭也是，唉，然后看手机怎么样都，唉 energy 都没有 energy 了。对，然后我就说你到底怎么了？他说，我觉得我好像活够了。我说你怎么会这样想？你现在才40出头而已，为什么你会觉得你活够？我觉得我脖子好像长了什么东西，他就这样抬起来，他说你看，然后他一抬起来的时候，他就脖子一拉紧，就是有一颗东西，然后他就说肉眼就看得见了，就小小的就凸出来一小颗，而且它会动。会动，它是会动，它不是就一颗在，它是会跑的那一种。他说通常会跑的那一种就是癌症。是吗？哇，淋巴癌，对，然后因为我爸爸是淋巴，就是食道转移到淋巴，然后所以他就很紧张。然后因为我爸爸那个淋巴癌的时候，他声音变了，就声音会有点变成这样子。原本正常压到声带，对，就是因为他很喜欢唱歌，唱歌是他的生命。然后他有说过他要唱到世界末日嘛，然后他就说如果他真的得了癌症，然后声音变了，他觉得他活够了，他就开始在讲说，哎，交代后事了。对，低潮哦。他就说那你跟小孩怎么办？然后我就开始我说没关系，你先冷静，我就先安抚他，我说你先冷静，我就开始。那个电话一打开就开始询问谁有那个健康检查的，然后我就赶快安排。我跟你讲，这疑神疑鬼这个东西是会传染，是会传染的，有可能。然后我担心嘛，然后我就开始问，好问到了，然后我准备要预约时间，很快就大家就帮我很好心，一听到然后就赶快帮我安排。结果呢？我才安排完下午，我就接到那个林佑星的老婆的电话，然后打来他说：“哎姐，我问你有没有认识那个健康检查健检中心？”我说：“是我今天做了什么东西？我家是有窃听器，是不是？为什么你都会知道说我也在做这件事情？”他说：“不是，你知道你哥。”因为林佑星是我干哥哥，然后我说他说你知道你哥最近心情不太好，我说这奇怪，怎么这场景我好像似曾相识，对啊déjà vu。然后我说怎么了哥，为什么心情不好？他就说他上完厕所，然后马桶全部都是血，然后就说，但是不是你是不是痔疮啊？是不是吃火龙果？对，大家我们都会这样想嘛。他说他没有吃火龙果，我就是吃火龙果，以为我拉血便。我也是，我尿都血鲜血的颜色啊，就是红而已。你们没有看过，因为你们见过鲜血，我们不常见。他那个是头就常见的鲜血哦，这是真的火龙果，红龙果那个我们真的没见过。火龙果是有一点快要接近桃红色了。对，很红，我也是啊，紧张要死。全那样子的整个，我的这很可怕。然后他就说他是整个马桶都是血，他就说那你是不是痔疮还是什么？没有啊，我跟你讲，医生讲过，痛的都没什么事，不痛的我不痛，惨了哇！他就很紧张啊，然后就很担心，他说我这个年纪会不会得大肠癌？然后他就开始问我，他说怎么办？因为你哥真的心情很不好，然后什么的。我说好，我也安排。因为他们两个这样子之后，因为我家
家里有那个癌症病史，所以搞得我也很紧张。然后我们3个就去做健康检查，结果我们早上做完，他下午就可以就是结束完就可以直接有一些可以先看，对，我们就进去了嘛。然后进去他就说，医生，我跟你讲，你可以很老实的直接告诉我，我可以接受这个打击，你不要瞒我，然后医生说要瞒什么，你就只是对啊，我看你的表情就知道了，就结啊。你就追踪就好，其实还好啦。然后我老公说，你看吧，我就知道，没事。他转念的好快哦。对他那个表情就马上那个你会看到充满了自信，充满了 energy 回来了，红润，讲点坦白，一讲完没事，你知道你有看过那个气色瞬间红润。好，我们讲完了之后，对，我们就陪佑兴哥到他诊间。他也是讲，医生，我扛得住。你老实说，好从容哦。我为什么大便出血？你说我几级了？癌症几期了？就内痔啊，破掉是不是？好糗。就内痔破掉。他们在还要准备检查的时候，其实心情都不太好。感觉要去慷慨赴义的。疑神疑鬼，这个我想到你之前说有一个死刑犯，他们做了一个实验，死刑犯做的这个实验就叫疑神疑鬼，疑到死掉。他把他死刑犯眼睛蒙住，然后呢就在他手这边画了一个像伤口，用力画，让他觉得好像是伤口，然后就一直滴水在他的那个像伤口不是伤口的那个地方，然后他就一直觉得他在失血，然后这个人就死了，心脏衰竭走了。有点意思吧？难怪有人会是把自己给吓死，心脏衰竭。哇塞，好酷！想给惊喜变惊吓，又忙又累，超后悔。那个男朋友在一起很久，然后就觉得说我想要送他一个很有纪念价值的东西，整天很神秘，手机就是一直握，种种都是偷人的迹象。对，好像我在做见不得人的事情一样。惊喜多半都是会出差错的。后来就再也不用惊喜，你又不要给，好麻烦哦。那这个见不得人，你看见不得人，不是我啦。哎呦喂啊！见不得人的惊喜。这个是别人对我疑神疑鬼，别人对我疑神疑鬼。因为其实像之前在学生时期的时候，不是都会，就是女生就会想要做很多手工的东西给那个男朋友嘛，折那个鹤啊，对啊，或是那种很用心的那种卡片或什么的，对。然后因为我那个男朋友在一起很久，然后就觉得说我想要送他一个很有纪念价值的东西，就是我就不只做了卡片那种，我就想说我要帮他做一个故事书。就是那个故事书，就是每一页都是等于是手工的，然后有不同的回忆，两个人的各种共同的记忆。对对，那这种就还好。然后我想说，可是我觉得，因为我其实是狮子座的，然后他也是狮子座，就觉得说，狮子座都很喜欢朋友一起的祝福，然后就觉得，如果我后面就是有很多他身边很重要的朋友啊、家人、老师给他的祝福，他也会很开心。然后我那时候就做完前面之后，我想说好。那我开始要找这些重要人物了，然后但是重要人物又很麻烦，因为我们那时候算是住一起，然后住一起的时候几乎都就是每分每秒都是黏在一起嘛，然后只有那种上课时间不同课啊，或者是去打工啊，什么时候才会分开，然后我就要运用那种很小的时间去找这各个人，所以那阵子我就变得很要一直跟他错开。不然那个时间会来不及，因为很多人，他就开始觉得想说，为什么我最近都会举止就怪异了吧？对啊。然后我就上厕所的时候，或是洗澡的时候，我都把手机带着，因为我通常都是放在那里，然后就去上厕所啊、洗澡。但我就很怕他看到讯息嘛，因为我可能会跟人家说，那我可不可以跟你约哪里，然后写一下那个祝福的话什么的，我就把那个手机都带着，然后整天很神秘，手机就是一直握。种种都是偷人的迹象。对，有一点，对，然后很多时候就是他可能都会我陪他去哪里，我就变成说，我可能想要待在家啊之类的，然后结果他可能提早回家，发现为什么不在家？这种搞一个 surprise 搞这么久，对，我后来发现真的好像我在做见不得人的事情一样，然后见不得人的惊喜。对，结果真的到生日那天的时候，我才就是跟他讲，因
因为他其实那阵子就变得有一点疑神疑鬼的，然后就会觉得说这是你造成的。对，但是那个惊喜你真的做成这样子这么大的反差，你说人家疑神疑鬼，但是那个是不是真的没有办法？那个惊喜就必须要这样啊。然后，但我后来就一一跟他说，哦，我这一天去找谁写这个东西，什么什么的。其实你说我们要怀疑一个人的一个不正常的行为举止，就放在他心里以后就怀疑。当你不知道真相前，都叫怀疑吧。对啊，对啊。可是我到底该不该为了要了解真相，所以我主动出击呢？我该不该？应该。好难因为有时候对因为有时候惊喜变惊吓。照理说应该因。为我有一次就刷了就是好几十万的钱。你现在发达了，你现在不是，我偷偷买了一只表给我老公。可是你用刷的，他一定会知道啊。没有，他看到没有，因为那是我的卡。他是看到发票，他有这个钱，然后不是，好有钱。不是，等一下，因为我老公因为他到这年纪，他之前都戴 G-Shock 跟 Baby G， 然后我就想要买一只好的表给他，所以那时候他生日的时候我就刷，结果他为了那几十万那个发票跟我大发标，我又不能讲，对，就在生日之前又不能讲，真的，你知道那个委屈往心里吞。我觉得这种惊喜多半都是会出差错的。后来就再也不用惊喜，你又不要给 surprise， 好麻烦，我们也别弄出来。惊喜有时候真的会让人家特别喜出望外，没错，就比原本的高兴会大好多分。对，其实别搞。我真的很不舒服。我找你找3天了，你每天晚上就不关机干嘛？有没有知道我意思吧？我认为那些举止怪异的地方，我现在就想知道答案。可是有些可以是不是每个事都可以这样问？不行，不行。而且有些事不知道答案可能比较好。对啊，应该是吧？你现在会讲这个话？你不去问，他会觉得你不 care 他；但你问了，他会觉得你管太多。你会讲这个话？负面哦。所以你知道做人梦起来，然后跟踪人家，你会讲这个话？而且有时候你讲，他说你讲，然后就不能讲啦，然后讲了之后讲说啊，你为什么要讲？对啊，我那个惊喜提前讲出来，我觉得适度的怀疑这个东西，它其实是某种本能的保护机制。应该是。它让我们对于一些未知的事情呢，你比如说陷入危险啊，或快要被骗啦，它是要来保护你的。有点警觉。最怕是下结论，你明明不知道实情是什么，你就是偷我钱。你下什么结论啊？这有些人他有这个，我觉得很不应该了。对。哦，要学会平衡信任跟疑虑，才能够对事实做出一个比较准确的判断。准确。祝福大家少一点杞人忧天，多一点淡定从容。真的祝福，好不好？女王大人，下次再见。See you，拜拜。快订阅未来中文台 YouTube 频道，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女王大人哦。